好，我们来找一支看一下哪一支比较合适。我们就用画叶子这支笔吧，就用画叶子这支大笔，这是画叶子这支大笔。笔上刚洗过，里面是有水分的啊，里面是有水分的，知道吧？当然水分不要太多了，水分不要太多。然后盘子里有一点点淡墨，把这一点点淡墨调到这个笔上。淡墨，这个淡墨就是盘子里剩下的这个淡墨啊，大家试一下，如果太干的话还是不行，干了还是画不走，说明水分太少了。你看一下，你这样画一下，那水分太少了，我们再沾一点水分，再加一点点墨进来啊，淡淡的墨啊，一定要淡哈，一定淡，不能太浓了，淡淡的一层。加一点点墨进来啊，好，我们从这个墨盘里面加一点点墨进来，慢慢调一下，试一下。笔尖上有一点点墨啊，可以了，我们开始了啊。从这个瓶子的这个边缘的地方，有边缘的地方，笔尖下去，笔倒下去，这样扫过来，稍微的往后扫一点，这个盘子周边都扫一点点这个淡墨，都扫一点点这个淡墨啊。角这里多扫一点点，把这个白的地方都画一遍。其实它没有什么颜色，只有一点点哈，颜色，但是有一点颜色会有一种感觉。好，我们再加一点点墨进来啊，一丁点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太多了。这个现在是画瓶子的，大家仔细一点啊。好，从这个角，好，这样子过来。都走一遍啊，好，我们再继续来一点点墨进来，一点点的加哈，千万不要一下加多了。来这个角这里，好，过来，这个白的地方都扫一遍啊。这个瓶子里面，这个口这里也是一样，都扫一遍啊。好，都扫了一遍是吧？这个下面这个地方也扫一遍，淡墨啊，淡墨。我们把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们还要画这个深一点的线，所以要让它干。
好，我们再用我们的这个直勾线笔，这是小一点的笔来蘸一点墨过来，调一下。墨还是一样的，要淡墨啊，淡墨不要太深了，笔要调好。调一点淡墨，然后试一下颜色，可以在这个废纸上画一下。如果太深了，我们再加一点水，蘸一下水。太深了不要太深了啊，太深了就太跳了。来再试一下，还是深了，我们再蘸一下水，再来调一下，再看一下，这样子差不多，好，但是要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我们要把这个水分多的把它沾掉一点点，然后笔上有一点点水分的时候，我们来开始画。用浓一点点，比刚刚浓一点点的画一条线啊。断断续续的画，不要每一个地方都画。好，墨如果太淡了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墨，因为笔上有水。这个我们今天不要再忘了，这个花是在瓶子里面啊，所以这个线是在外面。那为了突出它，因为这个花很深，所以我们这个颜色稍微深一点，哈。这边的颜色比上面的颜色稍微深了一点点。这条线稍微的粗一点点啊，稍微粗一点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个线画出来之后，这个线我们还是要把它凸出来一点。但这个线就在后面了，因为这个花是从这个花盆里面抄出来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把这支笔还是用这支笔把它洗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用这个太白啊，好，我们再用这个笔上有这个太白啊，太白从这里画线，一条下来，再调一下。这里我们再来一条。现在用的是太白啊。好，再来。
这一个就不要画超出来，这一朵花是在外面，要注意层次。好，然后这个上面还要去处理一下。太干了，我们加一点这些笔尖蘸一下水；如果太干了，我们笔尖蘸一点水。好，再来画出一点点这个瓶子的玻璃瓶的这种光感。好，我们这个下面这个瓶子下面，我们也用这个钛白。好，这个钛白少了一点哈，钛白没有了，我们再挤一点钛白出来。好，这里有一点这种反光的这种感觉，我们再拉高一点看一下这种效果。
看一下这个效果。捞高一点，看到这个瓶子的效果。我们下面来画一个藤，画一个桌子，把它托起来，好不好？画一个桌子，把它托起来。我们就这个玻璃瓶，我们今天就不画水了，就让它是干的，只是我们放了2朵花在里面而已，它是一个干的，是干的，没有放这个水在里面。我们昨天那个玻璃瓶是放了水，今天我们这个玻璃瓶，我们先把它画一个这个，看一下啊，让它在这个桌面上，我们用这个藤画一个藤的这种感觉，好，我们这支笔还是洗一下哈，还是刚刚我们画这个叶子的这支笔，我们调一点淡墨在笔上，我这个是随意画啊，千万不要因为最后一点点把这幅画给毁了。然后这个扁了，把笔压扁，看到没有？把笔压扁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笔弄扁了之后，一边蘸一点浓墨，这边蘸一点，这边蘸一点，两边都蘸一下这个浓墨啊，从这里。好，过来，还是再调一点，笔还是一样的压扁，然后两边还是蘸一点浓墨，好，直接这样子。好，里面我们画一些这种斜的。来，有这种藤的这种感觉，看到没有？这里面也有啊，这里面也要画。但是要隐隐约约的。
因为它这个是玻璃的嘛，是玻璃的。是玻璃的，所以它的玻璃里面也可以看到。好，我们再不够了，我们再加一点，调一点，然后还是一样的，笔尖两边蘸一点深色。啊，这是玻璃的，所以它是透明的。蘸一点水，稍微的调一下，然后还是两边蘸一点深色。蘸一点水，再调一下，然后两边蘸一点深色。好，还是蘸一点水，稍微的调一下，压扁它，然后一边蘸一点深色。这个写意的，我们的不需要说一定要画的跟那个真的似的一模一样，我们就是意思到就行。加点水调一下，把笔压扁，两边蘸墨。好，我们再加里面的这种细节，还是一样，沾点水，笔尖压扁，两边蘸墨。来加一点水，压扁，压扁，然后两边蘸点墨。压扁一下，再蘸一点，没有了，我们再蘸一点。
好，沾一点水，一边沾一点墨。好了，画的差不多了。画差不多之后，我们再可以用一点淡墨，用淡墨啊，调一点淡墨。整体的扫一下，让它平均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整体的扫。整体的扫一遍啊，淡墨啊，淡淡的一层。让它所有的颜色，让它又协调一下。淡墨啊，记得是淡墨，很淡的一层。那我们直接这样子扫吧，都没有关系啊。把它所有的扫一层。然后这个玻璃瓶子，我们待会儿我们可以再去调整一下，然后我们这个可以就让它那么空，然后我们找一个地方题字，可以画一个蝴蝶，画一个蝴蝶粘在这个花瓣上，出来一个蝴蝶，这里就有个动的东西，一个动态的东西，然后这里再提一些字，上面就让它留白。水位先不画了，因为我们这个透明瓶子让这个下面画了这个画了这个藤，画了这个藤的这个桌面，让它也有这个透过来这种感觉。如果我再画一层水面，它就里面就东西太复杂了，太多了。好，我们画一个蝴蝶好不好？来画一个蝴蝶。笔洗一下，我们就用这个盘子里有什么颜色，我们就用什么颜色来画。待会儿不够的话，我们再加。我们用这个珠标，笔上有点黑，没洗干净，我们就让它没洗干净的这种颜色就可以了。然后笔尖蘸一点浓墨，好，我们来画这个蝴蝶。哇，这个蝴蝶，这个纸板有点大。再来一个纸板。稍微用黑色的，让它有一点这种花纹。我们后面的这个纸板，黑一点啊。
后面这个翅膀我们让它颜色深一点，后面拖一个尾巴。好，我们用这个深浓墨，用浓墨画一下它这个蝴蝶的一个身子。让它站在这个叶子上，停留在这个叶子上，画2个触角。好，画一下这个蝴蝶身子上的这个纹路，用这点浓一点的墨，用这个浓一点的墨。画一点这个纹路啊，画一点纹路进来。每次画这个蝴蝶都会有一点不同，就是说不可能说我们每次都画成能够把它画成一模一样。好，让它出一点白的。其实我们可以用太白提，也可以直接这样子画也行，直接这样子画也行。好，我们然后再把这个蝴蝶加点颜色，用这个桌标，把它这个身子画一下，加一点桌标在这个身子这里，然后用一点藤黄，还要弄一点太白，用一点藤黄，再用一点太白，再把这个蝴蝶进行处理一下。这是后面的这个翅膀，笔洗一下，弄一点这个珠标，这个身子用珠标色，然后用这个藤黄扫一下，扫一点这个藤黄，透一点黄色。好，再用这个太白，好，我们这个蝴蝶就这样吧。好，我们点一下花心。不
点花心也可以的，只是我们这里稍微的点一点，因为画面上需要这种点，需要点，所以我们要点花心，不是因为真的看得到花心。其实像这种花，有可能就是看不到花心的，可能就看不到花心，有的时候就包起来就看不到花心。但是我们为了这个画面感有这种点，因为画面要有点线面的这种感觉，所以我们要点上一些花心。好，点一下花心，细细的点一下，这里也是点一点点，点几点就可以了，不要点的太多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就点这么多，不用点太多了。